宋天行等人忤逆少统领，现逐出祝融基地，自生自灭。张叔，距徐家庇护所还有多远？少主，还要走5、6个小时，必须在鬼物降临前抵达，不然雾中鬼怪必会将我们吞噬。鬼物若降下，寻常人十死无生，哪怕不被狼人所杀，也会被鬼物迷失心智。距离下场鬼物还有7、8个小时，时间还很充足。不好！是血雾遮日，鬼物降临之兆，怪异会进入狂暴状态，比以往更嗜血。那边有鬼怪，数量至少2位数，他们在盯着我们。得先避一避。强化地图需要1枚鬼晶，是否强化？强化后可获得鬼图、精良级符文装置。这是我的能力。天行哥，别发呆了，快跑啊！前面有座飞机站点，我们先过去避一避。这就是废弃的站点，根本无处可躲，我们完了。强化篝火需要1枚1阶鬼晶，是否强化？强化后可获得1级符文装置，可动态标记方圆50米内的鬼怪位置，寻常鬼怪不敢靠近。果然万物皆可强化。张叔，身上可有1阶鬼晶？我出门前全带上了，一共5枚。少主，这篝火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稍后便知。少主，你觉醒了！觉醒，天行哥，你竟能觉醒！强化篝火，这是驱雾篝火！太好了，是驱雾篝火，我们有救了！好险，还好有篝火，不然难逃一死。恭喜少主成功觉醒，成为修行者。天行哥，你觉醒的是什么职业？像建造师，又像铭文师？管他什么职业，能保命就行。能瞬间造出驱雾篝火，这职业绝对不凡。若现在返回基地，他们说不定会看在少主的能力上，重新接纳我们。陈家忘恩负义，夺走爹娘创下的基业。我若是返回祝融基地，陈浩云父子必对我下狠手。可他们之前也没下杀手，只将我们驱逐。那是因为我和巧银此前无法觉醒，他们认为我们没威胁，才只下驱逐令。他们现在肯定以为咱们已葬身鬼物。只剩3枚1阶鬼晶，加上正在燃烧的那块，还能撑住4天。少主，这篝火只有1阶，只能驱1阶鬼怪，若出现2阶以上，依旧麻烦。鬼物分为凶、煞灾3等，现在虽然只是凶级鬼物，但也有概率出现2、3阶鬼怪，1阶篝火确实不够。强化1阶驱雾篝火需要4枚1阶鬼晶，是否强化？居然要4枚鬼晶，暂时无法升级，得另想办法。修复木屋需要1缕气血，是否修复？还有修复功能，
既然只消耗气血，那就给我修复。气血消耗不多，跟开一局差不多。太好了，今晚不必草棉露宿。少主这能力当真了不得，居然还能复原木屋。驱雾篝火的有效范围是5米，正好将木屋笼罩在内。我们先进去瞧瞧吧。眼下最要紧的是要升级篝火，不然这战典也久留不得。看来是有惊喜啊！强化捕兽网需要1缕气血，是否强化？这破网没啥用。张叔，背包里还有什么？主要是干粮和清水，另外还有2把匕首和1瓶外伤药。还带了匕首，快拿给我瞧瞧。合成捕兽网和匕首需要1枚1阶鬼晶，是否合成？还有合成功能。强化后可获得猎网普通级符文装置，抛出后可自行收紧，绞杀目标，可对付1阶鬼怪。符文装置分为普通、精良、稀有、大师和史诗级。猎网虽是普通级装置，却是最适合我们的远程武器。合成。又是一件符文装置。少主，这件符文装置有什么功效？此物名为猎网，只要罩住1阶鬼怪，便可将其绞杀。有了猎网，我们就有能力对付鬼怪了。鬼怪都被篝火驱散了，要想找到他们，还需一件东西。天行哥，这又是什么？此物叫鬼图，地图上绿点代表我们的位置，红点代表鬼怪位置。这张地图竟能探测附近的鬼怪，好像是动态标记。张叔，你看，上面的红点在移动呢。鬼图探测范围为50米，有了它，就能精准定位周围的鬼怪。少主，鬼怪潜藏在雾中，这猎网恐怕够不着。我们可以主动进入鬼雾中。主动进入？天行哥，你疯了！以自身为饵，鬼怪必会上钩。当前只是凶级鬼物，只需1刻钟内返回篝火，便不会迷失心智。少主，我跟你一块去。虽然我如今是废人，但以前好歹也是修行者。天行哥，别出去好不好？咱们守着篝火，只要不遇上2、3阶鬼怪，就不会有事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不习惯将主动权交给老天。你们一定要平安归来。放心，我们去就回。天行哥，你若回不来，我也不会苟活。张叔，那只鬼怪动了，正朝我们而来。少主，若是2阶以上，你立刻走，我拖住他。张叔，若是2阶以上，早就去攻击站点了，何必等我们出来？少主说的有道理。张叔，你去那边藏好，我在这当诱饵。可是，少主，等鬼怪靠近你5米再出手，务必一击命中。好。少主这么快想好对策，比我这个老猎手还老练，我可千万不能失手。是红毛怪。
呼，总算断气了。把他拖回去处理，这边动静可能会吸引来别的鬼怪。这红毛怪身上可是有好东西。老天爷，保佑他们平安。天行哥，你们没受伤吧？一切安好。张叔，解剖。是，少主。少主，2枚1阶鬼晶。很好，等身上雾气被篝火初散，继续出去猎杀。天行哥，你还要出去？当然，鬼晶够多，才能给篝火升级。少主还能给篝火升阶？升级需要4枚1阶鬼晶，2阶篝火的燃料耗损又是1阶的2倍，所以至少得再搜集2枚鬼晶。天行哥，加上你手里的，一共18枚1阶鬼晶。趁天没黑，先给篝火升级，强化篝火。修行不足，无法强化1阶驱雾篝火，请吸收5枚1阶鬼晶，提升修为。要先提升修为。少主，你进阶了。身上好多符文，这对吗？难道天行哥觉醒的是符文战士？修为进阶后，身体各方面都增强了，尤其是防御能力，可称得上铜皮铁骨。该为篝火升级了。2阶驱雾篝火，笼罩范围可达15米。只要不是3阶鬼怪，我们都可高枕无忧。凶级鬼物中，1、2阶鬼怪最为常见，3阶数量少。今晚我们轮番守夜，借助鬼图预警，希望可以睡个安稳觉。这鳞片取自蛇怪，无比坚硬。若当成合成材料，可与猎网、匕首结合。当下猎网用处更大，优先升级。合成。修为提升后，不用触碰素材也可使用能力，便捷不少。2阶猎网更加坚韧，出血效果远胜1阶，可绞杀2阶鬼怪。天行哥，咱们该睡觉了，晚点还得跟张叔换岗呢。你先睡，屋内只有1张床。不嘛，人家要跟你睡1张床，小时候都睡一块。不行，我们都成年了。你先休息，我出去吹吹风。又没血缘关系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少主，快看那边！看来昨天有人跟咱们一个遭遇，只是他们没能躲过鬼雾。走，我们去捡尸。少主，应该是下属站点运往祝融基地的物资。这几大袋都是大米。少主，这里还有2桶酒，先拉回去再清点。
尸体都在这儿，物资跑哪儿去了？会不会被附近站点的人拉走了？王哥，物资好像被拉去那个方向了，痕迹还很新，走不远。哼，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，连祝融基地的物资也敢偷？上马，跟我去会一会这群毛贼！天行哥，这次收获颇丰，尤其是这一袋子鬼晶，我数过了，足足53枚1阶鬼晶，2阶鬼晶也有3枚呢。这么多鬼晶，够咱们去徐家庇护所住上一段时间了。听说那儿有热水澡，还有热乎的饭菜。张叔，与其寄人篱下，不如打造属于自己的庇护所。少主，不去徐家庇护所了吗？徐家虽是一方豪强，却比不过陈浩云父子。要是他们知道我是修行者，依旧会威胁徐家驱逐我等。也对，还是少主想得长远。一次性收获这么多物资，可以给战典来一次大升级。先从木屋开始。合成。好大的铁房子！少主，你这凭空打造建筑的能力，绝对远胜建造师。这些兵器也可挑2、3件强化，尤其是这剩下的手弩，必须改造成符文装置。多一件远程火力，下次猎杀鬼怪也更稳妥。那不是宋天行吗？他怎么在徐家的地盘？王哥，这儿还扩建了，看那房子，怕是纯铁打造的吧？还有那篝火，好像是2阶。这不是徐家的废弃站点吗？什么时候又重建了？看，地面上那些好像都是咱们的物资。徐家胆敢与我们作对，简直找死！王哥，徐家也许别有图谋，他们跟咱们一向井水不犯河水，突然收留宋天行，这里面怕是有猫腻。咱们最好先通报少统领，不能打草惊蛇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先……不好，又是血雾遮日，鬼屋要来了！这下想走也走不了。都给我机灵点儿，等下听到指令立即动手。这天象有点反常，居然连续2天出现血雾遮日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我看过古籍，这种天象是凶兆。难道说煞气鬼物要来了？很大概率，如果运气不好，可能还会诞生灾级鬼物。灾级，爹娘就死在了灾级鬼物之中。少主，是王虎他们！难道他们是来追杀我们的？这群白眼狼，当初干爹干娘为了保护他们，才冒险进入灾级鬼物，如今他们还有脸来追杀我们？应该不是，或许是冲那批铁矿石而来。还好，差点被鬼怪追上。这不是宋家那2个小崽子吗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怎么被赶出基地，躲这儿当老鼠了？你们刚才狼狈奔逃的样子，才像老鼠。把徐家的站长喊出来，
老子要在这里过夜。2阶篝火，房子还是纯铁打造，住一晚应该要不少鬼精吧？这里不欢迎你们。小崽子，这站点不是你说了算，把站长喊出来，我有事找他。我就是站长。你是站长，如此说来，你投靠了徐家？别试探了，这站点就不属于徐家。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非要给人当狗吗？狗东西，没有徐家撑腰，也敢跟你虎爷叫嚣！不但盗取我们的铁矿石，还敢跟王哥叫嚣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！小子，赶快跪下认错，不然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一群白眼狼，你们都欠我干爹干娘一条命！当初要不是他们为了保护大家主动进入灾级鬼屋，祝融基地早就被鬼屋吞没，你们也活不到今日。少往他们脸上贴金，区区灾物，陈统领动动手指头就能驱散。他们学艺不精，又想逞英雄，才死在鬼物之中，能怪谁？就是活该！你们既然这么想他们，老子就送你们去团聚。张叔，不用出手。小子，是不是想投降乞饶了？我告诉你，迟了！哈哈哈哈！杀掉你，这站点将归我所有。投降？不，是你们要晚了。符文，这小子居然觉醒了！快动手！这安全屋居然还自带武器！宋哥，咱们无冤无仇，你能不能饶我一条狗命？我保证绝不会找你寻仇。晚了。众行连弩。宋天行，我死了，你也难逃一死。不好，那是流光蝉，此物一旦激活，将自动记录周围景象。他若飞回祝融基地，陈浩云父子也将知晓一切。应该是求饶时激活的，虽然只录制几秒，但透露的信息也足够多了。这是王虎的流光蝉，难道他出事了？哪个混账敢动祝融基地的人？浩云，释放影像，我倒要瞧瞧是何方神圣。我保证绝不会找你寻仇。晚了。宋天行，他居然没死！这小子非但没死，还成了修行者，纵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当初就该斩草除根。哼，若非断定他无法觉醒，我岂会放他离开？没想到他非但没死，还觉醒了。统领，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，待鬼物散去，属下立即带人前去斩草除根。岳队长，宋巧音给我留着，若不是我爹阻挠，那小妞早就是我囊中之物了。少统领放心，属下定将他生擒送到您床上。岳山，记得多带人手。宋天行初觉醒，不足为惧，但他能寻得庇护所，又敢诛杀王虎，背后必有靠山。只是不知是徐家还是柳家。这两家与祝融基地实力云泥之别，岳队长凭借6阶修为，足以震慑他们。但愿如此。祝融基地这块肥肉，各方势力早已虎视眈眈，不可大意。王虎这帮人穷得叮当响，全部身家也才20几枚1阶鬼晶。天行哥，还有5匹马呢。要是放弃站点，这安全屋与2阶篝火实在可惜。张叔，只要鬼晶够多，篝火和安全屋随时都能重建。趁大雾没结束，得多去猎杀鬼怪，广积物资。强化鬼图需要3枚2阶鬼晶，
探测范围提升至150米，可动态标的鬼怪位置，显示1至3阶等级，是否强化？虽然要耗尽2阶鬼晶，但物超所值。鬼图技能升级，探测范围似乎扩大了。不止范围，还多出数字标记。这1和2，莫非代表鬼怪数量？不是数量，是等级。1代表1阶，2代表2阶。竟能显示鬼怪等级，这可真是一件好宝物，闻所未闻。没错，有此利器，外出狩猎如虎添翼。这是什么？这居然是3阶鬼怪！这附近藏着3阶鬼怪，怎么办？仅凭2阶篝火是挡不3阶鬼怪的。消失了。要尽快提升实力了。等下我携带猎网手弩外出，张叔、巧音，你们留守站点，安全屋已开启自动锁敌模式，若有危险，可躲进屋内。才过1天，我就什么忙也帮不上。张叔，不必妄自菲薄，厮杀交给我，后勤还得你们。手弩强化后，1阶鬼怪随手可灭，2阶也可重创。这独眼蜥蜴都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射杀。附近有2阶鬼怪了，得上猎网。奇怪，鬼图显示鬼怪明明就在附近。鬼物太遮挡视线了，难道这只鬼怪能隐身？竟是无目虫！这鬼怪常年蛰伏地底，十分少见。起跳笔乃是一件珍宝，价值远胜2阶鬼晶，绝不能让他逃了。天行哥，这口罩可合你心意？手艺不错，这口罩恰到好处。这东西有用吗？暂时没用，但等下或许有用。张叔正在处理无目虫的皮毛，这玩意儿若制成口罩，佩戴后可于鬼物中多停留片刻。少主，共剥下3张完好的虫皮，应该只需消耗1张虫皮。合成皮革口罩和无目虫皮需要10枚1阶鬼晶，是否合成？合成后可获得防雾面罩、精良及符文装置，佩戴者可于任意等级鬼物中滞留半小时。任意等级鬼物皆有效用，这合成效果远超预期。虽然消耗10枚鬼晶，但狩猎效率必将突飞猛进，值了。这件符文装置难道具备无目虫皮的效果？聪明，这叫防雾面罩，佩戴它可在任意等级的鬼物内停留半小时。任意等级？难道连煞物、灾物都可以？少主又打造了一件珍宝，此物若是出售，绝对能卖1000枚鬼晶，而成本却只有1张虫皮和10鬼晶。趁大雾没结束，得多去猎杀鬼怪，广积物资。戴上防雾面罩，鬼屋内的空气都变得香甜了。现在我可以到更远处猎杀鬼怪。天行哥，经你下午奋战，我们现在一共拥有58颗1阶鬼晶，18颗2阶鬼晶。2阶鬼晶的数量足够了。我想，大事不妙！鬼图显示，一只3阶鬼怪正逼近站点。少主，
他正在靠近我们。在附近潜伏了这么久，终于要动手了，正好待我提升修为，拿他练手，再好不过。少主的意思是，又要进阶了。天行哥，你昨天刚进阶，这才过1天呢。我的职业比较特殊，只要有充足材料，便能进阶。这2日确有体会，不仅符文装置随手可造，进阶也易如反掌。这声音，莫非是3阶古怪叶少子？小姐，你判断没错，就是叶少子。这家伙能飞能跑，凶残成性。白天时实力仅略胜2阶鬼怪，可一旦入夜，便入狂暴形态，战力远超寻常3阶。怪不得他要等到晚上。先进安全屋，待我修为提升，再收拾他。幸亏安全屋坚如磐石，否则早被叶少子撞破。少主打造的安全屋名副其实，内部结构更是别出心裁，譬如头顶的符文电灯，可让夜如白昼。你2人为我守门，我已关闭连弩炮锁定模式，免得被叶少子损毁。进阶消耗10枚2阶鬼晶，还好打造了防雾面罩，不然一下午岂能猎杀足量的2阶鬼怪？元素之力，这对吗？既是符文战士，又是元素师。好，痴心妄想！这猎望终究只能对付2阶鬼怪。搞定。晚上的叶少子果真名不虚传，咱们手段频出才将他拿下。倒不如说武器的品阶过低。死透了，我来解破。我有种不祥预感，刚入夜就遇到叶少子，后半夜恐怕……血鬼图，这是还有3阶鬼怪，只能耗费2阶鬼晶，升级篝火了。强化2阶驱雾篝火需要6枚2阶鬼晶，是否强化？3阶篝火仅提升驱雾范围，若有移动功能，便可携火撤离，进退自如；不然升级后也只能放弃。将板车、铁矿、红毛怪皮毛、无木虫牙齿与2阶驱雾篝火合成，消耗6枚2阶鬼晶，22枚1阶鬼晶，可获得3阶移动篝火。这也行，原来可按需定制合成方案。巧音张叔，快！我现在急需无木虫牙齿、红毛怪皮毛以及铁矿石。成了！
能移动的巨物篝火，上身3阶篝火，下身机关条，连如此复杂的符文装置都能打造，少主当真巧夺天工。张叔好眼力，这确是一尊3阶篝火，准确而言应该叫移动篝火。好灵活，岂不是说日后跑路可以带上它？我改造它就是为了方便迁移。移动篝火生效了，那些3阶鬼怪已停止靠近。既然篝火能移动，这安全屋何尝不可？系统，给我一套合成方案，不但给安全屋升级，还要添加移动能力。将铁矿、鬼怪翅膀、鬼怪骨骼与安全屋合成，消耗6枚2阶鬼晶和32枚1阶鬼晶，可获得安全屋飞行版。融入的鬼怪翅膀和骨骼越多，飞行效果越好。本来只想要移动版，没想到系统直接整上飞行版。目前鬼怪骨骼和铁矿石还够，但翅膀只有1对，若携带篝火外出猎杀，这样不行。篝火太显眼，还没靠近，鬼怪早已做鸟料散。今晚你们守夜，等天色微亮或鬼雾散去就叫醒我。天行哥，你放心歇息，守夜之事就交给我们。希望天亮之后鬼雾还没散。白昼之时，叶少子实力果然大打折扣。加上这对翅膀以及其6对，应该够用。这附近真够贫瘠，几天下来，连一株鬼药都不曾见到，难怪这站点会被废弃。这场鬼雾从昨天持续到现在，竟无消散之状。昨夜已有少量3阶鬼怪现身，后续恐怕有更多汇聚在此。这地方不宜久留。什么？你要让安全屋腾空而起？难怪少主专猎飞行鬼怪，原来是为搜集翅膀。可安全屋如此庞大，这几对翅膀当真够用？稍后你们便知。真的可以飞吗？起飞！还真能飞啊！当前飞行高度有限，只能离地30米。那也绰绰有余。如今安全屋与篝火皆可移动，迁移时也就无需放弃站点。最妙的是，安全屋能飞，迁移路上不会留下蛛丝马迹。午后收拾一下物资，便可离开此地。即便鬼雾未散，也可让安全屋顶着篝火飞行。你们处理猎物，我在外出猎杀几只，搜集些材料。出发之前还得强化武器，猎网、手弩都要升至3阶。我们要往哪边走？继续东行，还是向南飞？向东行。不过在离开前，我要给陈浩云父子送件大礼。这鬼图再次升级后，效果更为惊人，范围不但继续扩大，还能显示修行者位置，地形竟也会根据位置而动态变化，完全成为活地图。毕竟是稀有级符文装置。前方的站点居然有5位修行者驻扎，一个3阶，4个2阶。按祝融基地规矩，小型站点仅2、3人而已。莫非是过路旅人被困于此？天行哥，我们已连续覆灭4个小型寨点，收获颇丰。要不这个就算了。既然都来了，先去探查，再做定夺。不过修行者再多也无妨，每次让安全屋从天而降，出其不意之下，随手都能砸死1、2人。等这场鬼雾散去，陈浩云父子若得知外围站点全军覆没，怕是要气急败坏。这些站点虽小，却占据商旅要道，修建时耗费不少资源，一口气损失5座，纵使陈河家大业大，也要肉疼。你们待在屋内，我去就会。
分明只有3名修行者，难道鬼徒有误？老二，带严家兄妹出来，给他们喂点食物。大哥，过2日便要将他们授予奴隶商队，何必浪费食物？你懂个屁！让他们保持状态，才能卖个好价钱。狗贼！这小妞真带劲儿啊！若非统领有令，老子早将你办了。可惜你这迷人身段，要便宜那些奴隶主了。一群白眼狼！当初宋统领待你们不薄，你们却转身投靠陈和那狗贼。说的好像哥几个没给宋老狗效过力，但以此多时，整个祝融基地就你们几个顽固分子不肯归顺陈统领。陈和小人行径，不值得我们效忠。所以你们只配沦为奴隶。对了，宋家姐弟在你们被带离后也被统领驱逐，若不出意外，上次鬼物降临，他们已共赴黄泉。什么动静？大哥，快看天上！快躲开！什么鬼？这间铁房子怎从天而降？看屋顶，上面好像是取武篝火。这是什么？会飞的站点？哥，找机会逃跑。屋内是何方高人？此地乃祝融基地91号寨点。你胆敢砸死我兄弟！现在我数3声，若不现身投降，格杀勿论！哼！3弟命丧于此，若不给我们一个交代，你休想全身而退！交代？就凭你们这些杂碎，这声音怎会有点耳熟？难道是？也配让我交代？少主！黄哥，小玉姐，别来无恙。少主，你居然还活着！快走，你不是他们对手。宋天行，你居然没死！他奶奶的，原来是你这小子压死3弟！我要你血债血偿！二弟，是屋顶上的弩炮，那弩炮定是一件符文装置，至少是精良级。一群鼠辈，弩炮再厉害又如何？老子乃3阶修行者，斩他易如反掌！你笑什么？你是元素师，这波动也是3阶。好，原来少主是3阶元素师，难怪敢现身。少主当心，小子，受死！你不是元素师，是符文战士。你到底是什么职业？我这叫战法双修。二大一，卑鄙！少主饶命！叛徒，唯有一死。痛快！许久未曾如此饱餐。是呀，沦为阶下囚后，每日只有发霉面包果腹。今后烤肉管够。少主万岁！小玉姐，公共场合男女授受不亲。未曾想少主竟已觉醒，只是不知少主究竟是何职业。先前祭祀元素师，又像符文战士。你们要是知道天行哥还能打造符文装置，岂不是更吃惊？还拥有铭文师的能力，这小姐没骗人。这安全屋与3阶篝火皆出自少主之手，若无少主，我等早已葬身鬼物。不对，
你们离开祝融基地不过数日，少主不仅晋升3阶，更能打造3阶篝火。此事未免太过匪夷所思。少主不可思议的地方多的是，今后你们自会明白。你们慢慢寒暄，我去清点战利品。连续洗劫5座小型站点，收获1阶鬼晶200枚，2阶鬼晶50枚，3阶鬼晶数枚。此次进阶还需辅助材料。进阶需要20枚3阶鬼晶，5种不同属性的3阶鬼怪眼球。5种不同属性的3阶鬼怪眼球。仓库内仅有火、土、水3属性材料，尚缺金、木双属性。本次战利品中，此物最珍贵。没想到91号站点藏有肉田，当前为1阶，升级仅需30枚1阶鬼晶。蜕变开始了。肉田进阶之后，药用效果更上一层楼。单从肉质色泽便可见一斑，相较1阶肉田之枯萎，2阶可谓生机勃发。据传取自2阶肉田之灵肉，可炼制筋骨断血丸。此药能令修为被废者重获新生。我若能炼制此药，便可让张叔重铸修行之路。系统，给我一套方案，我要合成一种药物，用来修复张叔的伤势。将2阶灵肉、黑蛇草、红灯果和4阶鬼怪血液合成，消耗3枚3阶鬼晶和5枚2阶鬼晶，可获得3枚筋骨断续丸。战利品内也有黑蛇草，只缺红灯果和4阶鬼怪血液，日后找机会搜集。此事暂且瞒着张叔，日后给他一个惊喜。当初他为护我于巧婴，被陈河废掉修为，定能助他疗伤。一路追踪至此，竟不见站点。我若未记错，此地原有废弃站点，那边尚有木屋废墟，如今仅剩下些生活痕迹。岳队长，快看那边石头，上面有字。陈家二狗，速来！狗东西，我又不是文盲，要你多嘴！宋天行还敢挑衅我们！若不抓住他，我名字倒过来写！都给我仔细搜，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！统领，属下无能，接连3日未能寻得宋天行等人踪迹。你带去的人中，不是有擅长追踪的巡猎者吗？巡猎者也毫无头绪，统领一观便知。岳山，你让我看这个什么意思？这刘影珠内什么也没有。莫非岳队长拿错刘影珠了？统领，少统领，这地方就是王虎用流光禅记录的站点。不可能，那站点内有2阶篝火，还有一间大铁屋，刘影珠中却一无所有。统领，可以再仔细对比，此地除却篝火与铁屋，其余与刘影珠内影像毫无二致。好像确实如此。此处曾是废弃站点，近日也确实有人生活过的痕迹。但驱雾篝火与铁屋却凭空消失，难不成这些东西插翅飞走了不成？依巡猎者的判断，还真有可能飞走了，因为地上找不到任何离开的痕迹。飞走了？统领，大事不好！何事如此慌慌张张？巡逻队传回消息，最外围5座小型站点全部覆灭，这是遭鬼怪袭击。据现场痕迹判断，非鬼怪所为，而是人为，并且什么？据战斗痕迹判断，极有可能是同一拨人所为。何方势力竟敢对我祝融基地下手？宋天行也突然脱胎换骨，若背后没有势力支持，断不可能凭空消失。说不定袭击我方势力也在暗中支持宋天行，不然哪有这么巧？定是如此，只是不知这股势力来自何处，又为何要对我们下手？统领，当下局面最好收缩兵力应对，只有等到背后势力露出马脚，才能设法应对。命小西型站点修行者全转移到大型站点，再以不容基地名义发布悬赏令，目标宋天行兄妹。只要找到他们，便能顺藤摸瓜，揪出幕后黑手。
这里空气真好。此地距树庸基地足够遥远，又坐落于山谷之中，实乃长期驻扎的好地方。这鬼图当真非同凡响，不但能动态显示鬼怪和修行者，连地形也随时刷新。鬼图、移动篝火、会飞的安全屋，少主给咱们的惊喜真不少呢。我们姑且在这里安营扎寨，这附近有河流，距离交通要道也近。这地方确实不错。这片地界处于徐刘两家势力夹缝之间，二者这些年颇有默契，刻意将此化作缓回区，以致此区域滋养出大小势力10余股，可谓鱼龙混杂。在此地建立站点，若无几分本事，容易遭人惦记。少主敢选此地，想必自有深处。正因为鱼龙混杂，才适合我们壮大。想夺回护王基地，仅靠我等几人绝无可能。夺回基地？小玉姐难道不信吗？这目标未免太过遥远。我们如今寥寥数人，实力最强者当属少主，但也只有3阶，而顾荣基地高手如云，3阶修行者比比皆是，陈和更是8阶强者。总得有个目标吧，哪怕遥不可及，要夺回富荣基地，需先征服这片区域。征服这片区域？天行哥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。那就是这片地界唯一的5阶篝火。前2年还是4阶，自从这处庇护所落入业火帮手中，才被改造成5阶。业火帮？业火帮乃此区域最大帮派，大半站点依附其下，他们掌控交易坊市，每日仅靠租金与税收便可日进斗金。帮主刀疤里是一位准6阶强者，也就是还没6阶喽。少主，慎言，刀疤里恣意必报，连徐刘2家都要给他几分薄面。我们只是来访视交易，又不是来捣乱，何必心虚？天行哥，你打算兑换什么？金木属性的3阶鬼怪眼球、4阶鬼怪血液和红灯果，都不算稀罕物，逛几圈应该就能集齐。优先兑换鬼怪眼球，凑齐之后我便可进阶。只要成为4阶修行者，在此混乱地界亦算一方高手。运气不错，仅耗费些许1、2阶鬼晶，便兑换到红灯果与鬼怪眼球。奸商！4阶鬼怪血液要价太高，仅需10枚3阶鬼晶。比起4阶血液，我还要购置其他材料，就不花这笔冤枉钱了。没准日后自己也能猎杀。纳戒有需要的吗？这位公子需要1阶纳戒吗？东西给我瞧瞧。修复破损的1阶纳戒需要50枚1阶鬼晶，是否修复？我用此弩与你交换，这也是件符文装置，可杀3阶鬼怪。当真？不行，这可是纳戒，哪怕只有1阶，价值也远超3阶符文武器。这纳戒早已损坏，恐怕只能收纳一些小物件吧。客人好眼力，既然客人中意此纳戒，我便忍痛割爱吧。这把赚大了。这纳戒修复之后，空空间接均有10立方米，回去后再强化，空间还能提升10倍。掌柜，鬼晶收好。3位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这群拾荒者应该是冲着方士而去，运气好还能获得庇护，运气不好将死于下场鬼物。要不是天行哥觉醒，咱们也可能成为拾荒者。他们大多是可怜人，供不起住宿费，只能靠各大庇护所施舍。不会有错，那一男一女正是宋家兄妹。我们昨天才收到富荣基地的悬赏令，没想到今天就能在方室内遇上，这跟天上掉馅饼有什么区别？咱们先尾随其后，待找到其落脚点，再回去通报熊哥。注中基地的赏金异常丰厚，这可是一块从天而降的大肥肉。此处何时建起了新站点？是3阶篝火，还有那铁房子，看上去也非同凡响。大哥，这次恐怕要赚大了，不仅能拿附中基地赏金，还可将此站点收入囊中。事不宜迟，赶紧回去通报熊哥，否则仅凭我等2人，恐怕不是对手。
他们没有4阶修行者，仅靠熊哥便可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恭喜天行哥顺利进阶，4阶修行者在此地界已可称霸一方。少主他就这样进阶了，只是吸收些许3阶鬼晶与几组鬼怪眼球而已，毫不费力，简直比吃饭喝水还简单。要是今后进阶都是如此，那我相信少主定能夺回基地。进阶之后，不但能更娴熟驾驭符文之力，更获御空飞行之能。进阶前后判若云泥。少主有这个感受就对了。修为每过3阶就有一轮质变，2阶修行者或可胜过3阶，但3阶修行者绝无可能战胜4阶。鬼雾降下了，我正好急缺鬼晶，还真是瞌睡送枕头。这鬼雾不对，快看那边！这是煞物将至的征兆。白骨花开，白骨落，此天象一出，未来3日之内必有煞级鬼物降临。煞级鬼物一旦降临，3、4阶鬼怪随处可遇，5阶鬼怪也不罕见。若运气不佳，还可能碰见6阶鬼怪。煞物还极易引发鬼怪潮，到时鬼怪陷入狂暴，悍不畏死。这阶段大小站点往往会抱团取暖。少主，我们也得提前做好准备，要么多找些人手，要么躲入坊室。等这场鬼雾结束再说，当前仍需外出猎杀鬼怪，多积攒资源。少主，我与小玉虽然只有2阶，但也想略尽绵薄之力。你们也出去狩猎，不过我们要分开行动。我会重新制作一份2阶鬼图，你们再带上3阶符文武器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的胜算就会大大增加。短短半日，你们就猎获上百鬼晶，连3阶鬼晶都超出了30块。多亏少主赐予鬼图与防雾面罩，不然哪有这么高的效率？这2样符文装置若放到坊市中，定能卖出天价。符文装备可以出售，但鬼图和防雾面具不行。这2样东西的战略价值太高。少主言之有理。不过部分符文装备倒可拿去方式抛售。此次我购置了不少寻常武器与材料，今晚便制成符文装备。如今鬼晶数量充足，不但可升级篝火，还可建造4座防御塔。篝火可待煞物降临时再升级，当前加强站点防御。少主，你要做什么？建防御塔。也是符文装置吗？对，正是。我打算围绕安全屋于4个方向各建一座水晶防御塔，与安全屋连弩炮相互配合，可形成交叉火力。合成后获得水晶防御塔、精良级符文装置，以激光攻击敌人，拥有自动锁定模式，攻击频率极高，可轻易射杀4阶鬼怪。合成水晶防御塔。射击！能轻易洞穿巨石，对付3阶鬼怪必然游刃有余。这攻击速度很快，或许还能对付一些防御不足的4阶鬼怪。你们太小瞧水晶防御塔了，这道激光可轻易射杀任何4阶鬼怪。什么？能轻易射杀4阶？能杀4阶，岂不是也能对5阶鬼怪造成杀伤？理论上可以。若建成4座防御塔，是不是就能应对可能到来的鬼怪潮？小姐，切不可掉以轻心，鬼怪潮非同小可。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选择最稳妥的方式为妙。谁知到时出现的鬼怪是几阶？若撞上5、6阶鬼怪，可就麻烦了。天行哥，你怎么看？你们慢慢讨论，我还有3座防御塔要修建。终于完工了，接下来是制作符文装备。熊哥，那2个就是宋天行和宋巧音。不过什么？昨天鬼物到来前，我们曾跟过来一趟，当时外围还没有那4座古怪建筑。你是说，那4座建筑一夜而成？对。难道他们当中有人是建造师？即便有建造师又如何？他们绝非熊哥对手。不对，那小子虽刻意隐藏实力，但我的职业能力可清晰感知一切。他不是3阶，而是4阶。4阶？这
我们先撤。这块肥肉仅凭我们恐怕啃不下，需找人合作。天行哥，那些修行者正往后退。一个4阶，两个3阶，鬼鬼祟祟，定没安好心。我去会会他们。诸位既到寒舍之外，何不进去坐坐？小子，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我们只是路过，若不想找死，赶紧滚开！看看四周有无同伙，这小子胆敢追来，定有所倚仗。别看了，此处仅我一人。说吧，为何鬼雾一散，你们便现身山谷？我们真只是路过。大兄弟，认识一下，我叫吴雄，业火帮成员，也是附近灰熊站点的站长。雕虫小技。不好！熊哥，连熊哥都不是对手，还不快跑！想逃？大兄弟，饶命！饶命！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说吧，你们究竟何目的？谁派你们来的？是祝融基地的悬赏令。真是阴魂不散，竟花重金发布悬赏令。我与巧音短期内恐无法再去访视，出售符文装置一事，只能交由狂哥与小玉姐去办了。杀人夺宝，果然是发家致富的捷径。这吴雄随身携带2阶纳戒，内储大量鬼晶与材料，足够再建数座防御塔，为安全屋升级。这2枚纳戒还能合成，只要消耗一些鬼晶，就能变成储存空间超过上千立方米的3阶纳戒。陈家老狗居然还发布了悬赏令！天行哥，我们岂不是没法去访视躲避杀戮了？需要乔装打扮，但有被识破的风险。少主，符文装备已全部出售，鬼晶全在袋中。1阶鬼晶上千，2、3阶鬼晶合计300，4阶鬼晶最少仅不是让你们购置材料吗？材料呢？少主，我等中途瞥见一则悬赏令，便匆匆赶回。可是关于我和巧英的悬赏令，少主已经知道了。你们离开后，已有一群人找上门来，不过目前只有他们知晓我和巧英藏身山谷，倒不必担心他人寻踪而至。坊市内悬赏令一出，各路口皆有业火帮之人排查。少主，小姐若想进入坊市，难如登天。如果易容呢？也有一定风险。业火帮的人肯定会想到这点。奇怪，这刀疤里竟为了悬赏令，不惜发动大批帮派成员。难道传言属实？据传刀疤里与陈和关系匪浅，因而徐刘2家势力才未动他。或许刀疤里就是陈和安插在此地的眼线，用以监视徐刘2家动静。少主与小姐若进不去访视，接下来该如何是好？煞机鬼物随时可能降临。无妨，到时候你们进访视，我和巧音留守安全屋。不行，我们岂能抛下少主？我哥说的对，即便是死，我们也会守在少主、小姐左右。我更不用说了，烂命一条，老天要收就收去吧。谁说留守站点便会死？只要有我在，此站点固若金汤，万无一失。将安全屋飞行板4座水晶防御塔、大量金属矿和大量鬼怪骨骼合成，消耗500枚1阶鬼晶、100枚2阶鬼晶和10枚4阶鬼晶，可获得战争堡垒。战争堡垒合成。哇，好一座钢铁城堡！好大的安全湾，却能悬浮半空。外围更有一圈水晶防御塔镶嵌，难怪少主敢自称固若金汤。少主仅用些许材料与鬼晶，竟能凭空造就一座巨型堡垒。不，确切而言，并非打造，更像是融合。原本的安全屋与水晶防御塔已合为一体，有此堡垒，我们定能在煞雾中安然度过。这不是安全屋，而是战争堡垒。战争堡垒？难道可用于战场之上？张叔，可看见堡垒外围分布的那圈水晶发射器？其火力远超水晶防御塔，只要不是6阶鬼怪潮，皆可应对。超强防御加之飞行能力，此堡垒若投入战场，确实可称得上战争利器。这恐怕是一件大师级符文装置。天行哥，你方才的意思是，战争堡垒能抵御少量6阶鬼怪？但有个前提，这篝火必须提升至5阶，
若无篝火压制，一旦出现多只6阶鬼怪，战争堡垒防御或许会被击穿。我们去内部瞧瞧。内部好大的空间，足够容纳数百人居住。祝融基地虽大，却远不如此处。居于此地，哪怕身处煞雾之中，也丝毫不慌。各位，如今可有信心抵御煞雾？有，若能再给篝火升级，这里不比方士差。不仅有信心，还有些期待鬼怪潮到来呢。我倒要看看，是鬼怪厉害，还是战争堡垒厉害。少主，这些人皆来自附近大小站点，今早又现白骨花开天象，若不出意外，下场鬼物多半是煞气。如果只出现1次征兆，很多人还心存侥幸，但出现第2次，他们也不敢拿身家性命去赌。我打探到一些消息，仍有不少人不愿前往访视，他们与业火帮势不两立，因此会选择1、2处站点抱团取暖。那刀疤里正坐地起价，虽引起众怒，但很多人为求活命，只能乖乖交钱，任他宰割。少主，咱们要不要趁机招揽一些人手？时机未到，此刻招揽，他们不会感恩戴德，唯有绝望之际出手，他们才会视我等为救世主。新一轮考验也来了。强化。如今篝火也升级了，我们又多一份把握。无论目睹多少次，仍觉得少主的能力太过强悍。驱雾篝火竟可随意升级，匪夷所思。有4阶篝火和战争堡垒，足够应对这场煞雾了。还不够，这篝火至少要再升1阶，不然我还是不安心。这2日4阶鬼晶仅积攒30枚左右，而篝火升至5阶，需整整50枚4阶鬼晶。不过，待煞雾降临，4阶鬼晶很快便能凑齐。4阶符文手弩，人手1把，有备无患。鬼图升至4阶后，探测范围达3000米，6阶及以下鬼怪皆会标记等级，一目了然。3000米范围，绰绰有余。如此一来，驾驭战争堡垒外出猎杀时，可轻松规避5、6阶鬼怪。战争堡垒，出击！猎杀开始！少主，这个地方合适。鬼术、鬼脸、巨蛛、登山蟒、绿毛、腐蚀骑士，好多4阶鬼怪。确实不错，附近有几只5阶鬼怪，但没有6阶。天行哥，能让我按下开火按钮吗？你按吧。谢谢天行哥。爽！去下一站。此次煞雾比预想中更为可怕，降临不到2小时便遭遇鬼怪潮，4阶鬼怪比比皆是，更有2只5阶鬼怪，我们联手都抵挡不住。早知道就投奔刀疤里了，跟你们抱团取暖，结果是自取灭亡。哼！刘老头，你曾斩杀刀疤里得力干将，若真投奔业火帮，你必死无疑。现在不是废话之时，我们需合力突围，杀出一条血路。
即便成功突围，也九死一生。连4阶篝火都抵御不了本轮鬼怪潮，除坊市之外，我们还能去哪儿？这场煞物若持续下去，坊市那边亦难独善其身。相信刀疤里愿意搁置成见，与我等联手，共抗这场鬼物。那是什么？6阶鬼怪吗？小山一般大的鬼怪，这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不对，那不是鬼怪，是一座钢铁堡垒。钢铁堡垒，这有高人出手为我们解围。哈哈，我们有救了！不知是何方神人，竟能驾驭一座钢铁堡垒征战四方。那些4阶鬼怪在钢铁堡垒面前犹如豆腐，不堪一击。是那2只5阶鬼怪红衣狼。这就解决红衣狼了，好强！虽说这位神秘人帮我们击退鬼怪潮，但鬼怪潮定会再次来临，我们仍难逃一死。王山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准备带上本部人马与便携式篝火，跟随这座钢铁堡垒离去。诸位是留守还是离开，请自便。5阶，恭喜少主成功晋级5阶，已经能与业火帮帮主平起平坐。修为上差一筹，他乃5阶巅峰，但若论战力，我有自信与他一战。进阶如喝水，离晋升4阶才过去几天，这般下去，哪怕少主天天给咱们吃2阶灵肉，修为依旧赶不上。战争堡垒能量消耗过半，该回山谷休整了。倒是一群聪明人，知道跟我们离开。少主子可是要做什么测试吗？你稍后便知，此事对你大有裨益。对我？合成筋骨断血丸。这是药丸。黑底银纹，天行哥，这是筋骨断续丸，对吗？不错。张叔，恭喜你了！此丸难以炼制，千金难求，只需毅力便可恢复你的修为。少主，小姐所说可是真的？是真是假，你服侍之后便知。少主，我修为恢复了。张哥，恭喜你修为恢复，苦尽甘来啊！多谢少主再造之恩。这就是救下我们的钢铁堡垒。近看之下，更是大如山峦。偏偏他还能腾空飞行，匪夷所思。肃静！多谢恩人相救，我乃王山，飞羽站点站长。身后这2位是本人好友刘景博与铁面，我等特来报谢，恩人可否现身一见？诸位之中，哪位是堡垒的主人？你们找我有何贵干？这气息，5阶符文战士，年纪轻轻，居然已有5阶修为，
后生可畏啊！哼，还是5阶元素师，双重职业，战力绝对非同凡响，恐怕不在刀疤里之下，甚至更胜一筹。适当的展示实力，可震慑老小。恩人，我们除了想当面道谢之外，还希望在恩人的庇护所中留宿。对，我们愿意按人头缴纳过夜费，绝不让恩人吃亏。哪怕不住进堡垒内，在外面露宿也行。请恩人看在同为人族的份上，救我等于水火之中。恩人的意思是？我拒绝。恩人，本庇护所不接收外人，你们给再多过夜费也无用。恩人，请看在我身后这些老弱妇的份上。哼，你想道德绑架我？小女子不敢。恩人要怎样才愿意收留我们？如今我们无处可去，若恩人不愿收留，我们只怕顷刻间便化作鬼恶的口粮。恩人若想要我，也不是不行。我确实要你，但不是生理上的需要，而是要你，还有你们，臣服于我。臣服于你？难道恩人是要我们归顺你吗？没错。此事，恩人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容我等从长计议。今日无论如何，都要多谢恩人出手相助。这些是谢礼，还望恩人笑纳。恩人，这是我的谢礼，聊表谢意。还有我这一份。你们的谢礼我收下了，至于你们，看在谢礼的份上，我准许你们滞留至晚上。到时若不改变主意，便休怪宋某翻脸不认人。多谢恩人。这3份谢礼之中有不少稀缺材料，尤其是王山那份谢礼当中，竟有一份绿藻素。此物可是升级肉田的必需品，千金难求。肉田一旦进入3阶，不但面积扩大数倍，长肉效率也远胜往昔，而且3阶灵肉可用来合成洗身丹。原来天行哥喜欢年纪大的呀。少主，我年纪够大不？要不要优先考虑我？小玉姐，你行了，你们也别胡闹，我只是想收服他们，对王山可没想法。巧音，你也许很快就能修炼了。我修炼？没错，王山送我的这瓶绿藻素便是关键所在。强化肉田。3阶肉田，附庸基地的肉田也才3阶而已。肉田一旦到了3阶，生长速度非常恐怖。这样一块肉田，至少能养活数百人。最重要的是，3阶灵肉是炼制洗身丹的重要材料。洗身丹。巧音，服下此丹，可助你觉醒。天行哥，谢谢。怎样？腹部有一团暖流，缓缓流转，但除此之外，并无其他感觉。没觉醒吗？这不对吧？洗身丹几乎能助任何人觉醒。不，有一种特殊体质，在服用洗身丹之后，会出现小姐这类情况。药尘体质？没错，正是药尘体质。拥有该体质的人群，其实早就觉醒，但能力却被封印在体内。他们修为每日都在增长，封印解开的那一天，修为可能直接达到5阶、6阶，甚至是更高。要如何解除封印？只能看个人造化了。有人在大病后解除，有人受外部剧烈刺激而破封，但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解开封印。那我岂不是白白浪费了洗身丹？倒也不尽然，
洗身丹虽未直接解开封印，却能大幅提升封印解除的概率。煞雾一旦降临，至少持续3天，我们连第1日都难以支撑。若离开此地，唯有前往访视一搏。那与羊入虎口有什么区别？那也不行，这也不行，那该怎么办？何事喧哗？是鬼怪潮，我们5阶鬼怪！快，全体人员速速靠近堡垒，结阵防御！活下来了。又是大丰收。这次鬼怪潮居然出现这么多5阶，看来这篝火还得升级。连我们这儿都面临鬼怪潮，其他地方恐怕更惨。你们怎么还没走？恩人，我想通了，我愿臣服。哦，改变主意了。形势比人强，方才面临鬼怪潮，我忽然想明白了，跟着你还能活，硬撑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恩人，本人也想投靠你，我也一样。乱世之中，无强者庇护，终成鬼怪口粮。哼，早这样多好，非要撞了南墙才回头。我会打入契约符文，若有2心，魂飞魄散，神仙难救。愿臣服之人可上前受气，不愿者可自行离去。我王山愿意受气。下一个。既然你们都受气，今晚就入住战争堡垒。战争堡垒，这就是庇护所的名号吗？王山，给你个任务，带人清理鬼怪尸体，鬼精与肉身分开堆放。我等会儿要收入纳戒。是，统领。4阶篝火确实不够看了。这也太大了，在这里过夜，做梦都踏实。这里面住下几百人，绰绰有余。这堡垒内部太奢华了，咱们的庇护所跟这儿比，简直就是狗窝。只能说宋统领神通广大，5阶篝火说升级就升级，易如反掌。没错，他到底拥有几个职业？符文战士、元素师，还有铭文师。管他呢，跟着这样的老大，今后吃香喝辣不成问题。张叔，安排他们住下。诸位，带好行李，请跟我来。统领，这是1阶肉田，够30-50人1天的口粮。你是怕我养不活这么多张嘴？我们在种植室可是有3阶肉田呢，不过再来一方1阶肉田也不嫌多。庇护所还有3阶肉田
3阶肉田，据传3阶灵肉堪称美味，长期食物，修为可一日千里。统领，不知要做出什么贡献，才能尝一块3阶灵肉？王山献上1阶肉田，今后3阶灵肉管够。我操，真管够吗，统领？他当然管够。至于你们，统领，请笑纳。好，你们今后3阶灵肉也管够。这灵肉本就要对修行者开放，他们与我签订契约，生死皆在我一念之间，自是要喂食灵肉，尽快提升他们的修为。统领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说。统领，不收过夜费，一心收编我们，您的野心不止我们吧？王山，明确告诉你，收服你们只是第一步，最终目的是统一这片区域的所有势力。果然。统领，若要统一此地，业火帮是最大的阻碍。明日之后，业火帮也将成为历史。明日，业火帮成历史。可是又有宋家兄妹的消息。帮主料事如神，今日有人上门提供情报，他曾在西南方向的骷髅谷附近见过宋家兄妹，他们似乎就住在谷内。他们果然没走远，传令下去，再次严查入访人群，他们或许会潜藏在人群中。属下明白。他们若没进入坊室，在外面恐怕难逃一死。不过，既然是陈统领的悬赏令，我们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待煞物结束，立即派人去骷髅谷搜寻。帮主，大事不好！何事慌慌张张？帮主，是鬼怪潮。鬼怪潮而已，派人加强防守便是。帮主，这次不一样，好多5阶鬼怪。什么？统领，这是本次战利品。5阶鬼晶多少枚？5阶最少，但也有30多枚。很好，加上库存，5阶鬼晶已破100枚，正好够了。够了？什么够了？天行哥，你又要进阶吗？知我者，巧音也。巧音小姐，统领这是？当然是进阶呀。荧光附体，果真是进阶了。6阶修为，银光附体，堪称金刚不坏。银光附体不止提升防御，统领如今即便在凶级鬼舞中逗留1天1夜，也可心智不侵。纵使是煞级鬼舞，也能硬扛半个时辰。统领这般年纪便踏足6阶，绝对是绝世天才。最恐怖的是，统领进阶如喝水，鬼晶材料一烧，境界就上去了，似乎不存在瓶颈。自少主觉醒以来，次次如此，习以为常了。次次如此吗？这6阶已成，该去坊室走一走。去坊室？难道统领想对业火帮动手了？哼，我说过要让业火帮成为历史，自要说到做到。帮主，杀不完，根本杀不完！都给我顶住！再撑几波，鬼怪潮自会退去。还要再撑几波，兄弟们都快累成狗了！该死，越杀越多！再来几只5阶，老子也只能撤了。留得青山在，
不怕没柴烧。帮主，快看天边，难道是6阶鬼怪？好雷！休要妖言惑众，那只是一座堡垒。得救了！我们得救了！这是一座飞行堡垒，不知是何方高人出手帮助。好啊，几个呼吸，大片鬼怪躺平。这等巨型符文装置，徐刘两家都不曾拥有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帮主，祝融基地有这能力吗？祝融基地虽强，但也不曾听说过这等利器。呵呵，也许是最近刚打造的装置。王丽，等下看眼色行事，若来者是敌，立即动手。是，动手，动什么手？对面握着大杀器，真打起来，咱们这点人都不够塞牙缝。哪位是刀疤里？我就是。不知阁下是？祝融基地特使，奉命前来协助李帮主。可是陈统领下令。陈统领算出这场煞物不简单，提前派我驾驭战争堡垒前来效助。哈哈哈哈哈！特使远道而来，李某这就安排接风洗尘。你，让你当个明白鬼。原来是你，帮主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帮主，兄弟们，为帮主报仇雪恨！抱你奶奶个腿！狗东西，自己想死也别拖我们下水！堂主，人家刚救了咱们的命，转头就对恩公动手，你脑子被鬼怪啃了？没错，咱们江湖中人，岂能当忘恩负义之徒？帮主若还在，还有抵抗的意义，可他都死透了。恩公，我愿意受气，从此为您马首是瞻。我还以为你们会抵抗一二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倒是识趣。刀疤里这些年攒的家底倒是丰厚，仿事果然如外界所说，肥得流油。统领，此地占据交通要道，四方商贾往来必经，即便不过夜，也得留下一笔买路钱。此地油水若不多，徐刘两家也不会惦记。只是以前他们忌惮陈和统领，才迟迟不敢下手。如今消息一旦传开，恐怕两家会立即前来征讨。他们若敢来讨伐，定叫他们有来无回。统领切勿轻敌，徐刘两家实力强横，两大家主皆是6阶修为，手下5阶强者众多，更有符文战车100辆。100辆符文战车若是齐射，声势浩荡，堪比7阶修行者。100辆符文战车而已。如今我坐拥方士，只要材料齐备，顷刻机便能造出100辆符文战车。唯有技艺高超的铭文师方能打造，难道统领手下也有这等稀缺的人才？天行哥连战争堡垒都能造，符文战车能比战争堡垒难吗？原来战争堡垒出自统领之手。希望徐刘两家安分点儿，别来招惹我，否则业火帮的下场就是他们的榜样。咱们最好提前筹划，有备无患。仅靠这枚纳戒中的资源，便能打造升级一批装置。至于符文战车，需要等到煞物结束再慢慢打造。搞定！这批3阶符文武器，保证人手一件。业火帮成立至今，3阶符文装备也不过几十件，统领倒好，大手一挥，打造上千件。这只是少主能力的冰山一角，往后有你吃庆的时候。把那2箱4阶武器抬上来。少主，这是要给咱们的武器升级。如今资源充沛，升级几十件4阶符文武器绰绰有余。嘿嘿，我和小雨刚进阶就有5阶武器用，跟着少主混就是爽，不但灵肉管够，符文武器也不缺。这是5阶手弩，现在应该称之为符文手炮。虽不如手弩便捷，但胜在威力够强。
拥有单发和连射2种模式，5阶鬼怪也能一炮轰杀。不过，若修为不到5阶，最多只能发挥出70%威力。那也足够了。凭此力气，徐刘两家想动坊市也得掂量掂量。统领，我能领一门吗？手炮数量管够，你们可忍忍。多谢统领赏赐。武器分发完毕后，立即带人清理坊市周围鬼怪，防止再次聚集。张叔，你带上鬼徒和我刚打造的移动篝火，与他们同行，确保安全。是，少主。如今坊市为我所有，必须好好经营改造。不但要多造篝火扩大地盘，还要多建水晶防御塔加强防御。徐刘两家10天后才能收到消息，到时坊市将以全新面孔面对他们。半年前，这里的坊市可不是这般模样。难道我们来错地方了？两位远道而来，有何贵干？王堂主，你居然还活着！传闻贵帮帮主死在一位年轻人手下，刀疤里死有余辜。如今我效忠宋统领，这坊市也由宋统领统辖。原来王堂主早已改换门庭，难怪安然无恙。少废话，说吧，你们来坊市有什么目的？我们代表徐家、柳家前来招降这位宋统领。统领，这2位便是徐家、柳家的使者。你就是宋统领，看上去很年轻，不知是哪家出身的小鬼。2位不必试探，有话直说，别婆婆妈妈。哼，年纪不大，口气倒不小。这坊市本是我们2家交给刀疤里管理，如今刀疤里被你所杀，坊市理应归还。你若识趣，主动归顺，杀刀疤里之事，我们可以当没发生过。没错，若不归顺，我们2家联军一到，必叫你灰飞烟灭。睁眼说瞎话的本事倒是不错，这坊市何曾属于你们2家？坊市有能者居之，若真有本事，便亲自来取。宋统领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现在投降，否则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住你。臭小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赶紧给我滚，不然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小子，我们走着瞧。统领，咱们是不是该跟他们周旋一二，拖延些时日？徐刘2家联手又如何？他们赶来，必叫他们追悔莫及。我命你搜集的材料可齐全了？大部分已凑齐，只有板车还在命人赶工，2、3天后可全部到位。不知统领要大量板车做什么？打造符文战车。用板车打造符文战车？岂有此理！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！哼，既然那小子不愿投降，我们2家也只能派精锐前去征讨。家主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那小子太过狂妄，竟敢当众羞辱我们徐家，定要叫他付出代价。他不过6阶修为，凭什么敢与我们2家叫嚣？6阶修行者，哼，只要出动战车大队，也不过是螳臂当车。传令下去，调遣徐家各部精锐，5天后出发讨伐。此次若不诛杀此吏，我们2家颜面何存？我们2家太久不出手了。就是这东皇地界都以为咱们是软柿头，连那种毛头小子都敢踩到我们头上，将出兵消息传出去，让所有人都明白，得罪我们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。待杀了那小子，我要将他的尸首悬于坊市之中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他的下场。板车都到齐了。是。统领，有徐刘2家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他们对外宣称，不久后将派遣联军前来讨伐，此次会出动最精锐的战车部队。他们若不来，我也迟早会去讨伐他们。毕竟我手头上的6阶鬼晶有限，只能去徐刘2家的宝库中拿。合成板车、铁矿石、铜矿石、黑岩石、5阶鬼怪骨骼和4阶鬼怪眼球，需要消耗50枚5阶鬼晶，是否合成？合成后获得雷霆战车，稀有级符文装置，修行者才能驾驶的战车。单独一击可击杀5阶鬼怪，30辆联合一击可轰杀7阶鬼怪。全部合成。
不愧是我们徐刘两家的战车部，威风凛凛啊！若再给我们10年，未必不能打造100辆符文战车。届时，即便是祝融基地，也不是不能碰一碰。你们2个小辈可不要太轻敌。陈和好歹也是8阶强者，10年后他或许就突破了。若到时没能突破，我们2家倒有机会与他搏一搏。这符文战车，祝融基地可没有。陈和要是也有符文战车，早就对我们2家下手了。这半年他放任我们，不正是没多大把握吗？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。他强夺别人基业，位置还不够稳，因此也不敢到处征讨，只敢插手业火访视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突然冒出来一个年轻人，把他的人干掉了。如今我们再出手，他可就无话可说了。等我们的人将口信带到，这边的征讨也结束了，先斩后奏，谅他也没辙。奇怪，距离访视已经够近了，居然还不见敌军身影。定是那小子听说大军到来，卷铺盖跑路了。若真如此，这鼠辈还敢与我们叫嚣？装强势罢了。符文战车，对面也有符文战车。他们怎么也有符文战车？那些符文战车跟我们的不一样。家主，符文战车也有优劣之分，他们数量确实不少，但绝非我们对手。不过是虚张声势，想吓退我们罢了。倒是空中那堡垒值得重视。据传，当初就是这堡垒为业火方式解围。先对付地面的战车，再回头收拾堡垒。传令下去，一旦进入射程，立即攻击。他们射程更远。快，让符文战车加速！好，终于能反击了。不好，他们的战车竟有防护罩！该死，他们到底哪来的战车？快看天上！刘家主，那宋统领多半在堡垒之中，击落堡垒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杀！啊！你们可是徐刘两家的家主？你是那个姓宋的？正是。年轻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还敢现身！现在投降，可饶你不死。你们败局已定，还想负隅顽抗？我倒是可以给你们一次投降的机会。别跟他废话，杀！好快！刘家主，宋天行，我跟你拼了！嫡媳，嫡媳！完了，全完了。我徐家愿降，我柳家也愿降，还望宋统领善待我们两家子弟。宋某不是嗜血之人，既然你们愿意臣服，今后便是宋某的领民。不过什么？两家子弟必须接受契约。宋统领，此契约只用于主仆之间，我们若是受契，岂不是等于认你为属？我们两家可是有头有脸的世家。你们也可拒绝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们的头硬，还是战车的炮火更猛。我欠。此战之后，
徐刘两家领地尽归我手，接下来只需搜刮两家宝库，凑齐6阶鬼晶，便可晋升7阶。短时间内接连收下坊市与2块领地。接下来首要任务是消化地盘，待稳定之后再做下一步打算。爹，难道真要放任徐刘两家吞并业火坊市吗？刀疤里一死，他们便立即打着为他报仇的旗号出兵，如今恐怕早已拿下坊市，我们再着急也无用。这两家狼子野心，若不是他们拥有大量符文战车，又岂敢忤逆我们？他们蹦跶不了多久，符文战车再厉害，还能抵挡住灾雾吗？灾雾？半年前那场灾雾之后，我在荒原之上找到了一颗灾厄元核。传闻种下灾厄元核之后，一旦生根发芽，便能在方圆100里内形成灾雾。我们基地当初遇到的灾雾，多半也与灾厄元核有关。如今灾厄元核还在积攒力量，待时机成熟，我便将它送往东边，届时无需耗费一兵一卒，便能拿下徐刘两家。统领，大事不好，徐刘两家出事了。月山，又发生了什么事？难道是徐刘两家又在搞什么幺蛾子？不是他们搞事，而是他们被搞了。什么意思？前方站点急报，徐刘两家征伐业火坊市，如今反被对方吞并。什么？徐刘两家全灭了？倒也不能说灭族。3日前，两家已尽数投降。如今东荒东侧已被统一，据说他们也有战车，比徐刘两家的还强，更有一座可飞天的战争堡垒，用来攻城略地。他也有符文战车，那厮到底什么来头？传闻他姓宋，至于来自何方，暂时没打听到。他也姓宋？不仅姓宋，还很年轻。此事未免太巧合了。你怀疑是宋天行？这绝无可能。他刚觉醒没多久，再快也到不了6阶，巧合罢了。爹说的对，是岳队长疑神疑鬼了。不过这新势力不容小觑，今后必成心腹大患。只要种子苏醒，东边也不过是囊中之物。岳山，你替我跑一趟，给那家伙送一份贺礼，顺便探探虚实。张叔，既然材料都已备齐，待会儿就给天行哥送去。好。难道是统领？是少主，他又进阶了。确实是进阶天象，那道投影莫非是符文法身，还是最高级的白金法身？天行哥，你可是进阶了。从徐刘两家宝库中搜刮来的6阶鬼晶，正好能助我晋级。恭喜少主再度进阶，这枚纳戒之中有少主需要的材料。干得不错，这批材料还能再造一批雷霆战车。等坊市材料一到，战争堡垒也能升级了。给堡垒升级？它已是大师级符文装置，若再升级，岂不是能达到史诗级？没错，下个阶段就是史诗级。堡垒已经够强了，升级后会有多厉害？战争堡垒能对付5、6阶鬼怪，若再提升，恐怕7、8阶也不在话下。少主，有熟人求见。谁？是岳山。据卫兵通报，他代表祝融基地前来送贺礼。哼，陈和父子还不知道徐刘领地被我拿下，不然怎会派人来送礼？岳山是陈和心腹，既然主动送上门来，哪有放不好的道理？小玉姐，让人放行。少主，杀了岳山，岂不是直接与祝融基地宣战？张叔，如今我们已有抗衡祝融基地的实力，不必再藏头露尾。也是，我们早已今非昔比。少主已是7阶强者，法身更是压陈和一头。今后该忧心的，应该是陈和父子。这就是传闻中的战争堡垒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面前这位可是宋统领，在下岳山奉祝融基地陈统领之命，特来献上贺礼。陈和倒是客气，送贺礼，还把你这颗人头一并送上门。宋统领，此话何意？
你是宋天行？月山，别来无恙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难道是那位宋统领一直在背后帮你？小子，快把宋统领喊出来！我倒要瞧瞧这宋统领是何方神圣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就是你口中的宋统领。臭小子，当我是傻子吗？传闻宋统领乃6阶修行者，你才觉醒多久？恐怕连3阶都不到。颜玉，你居然也在此处！多亏少主解救，不然我也到不了此地。难道当初也是你们灭了外围的小型站点？除了我们，还能是谁？好，这宋统领当真胆大包天，竟敢动祝融基地的站点，立即让他滚出来！若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此次返程必请陈统领发兵。蠢货，我既然现身，你以为自己还能活着回去？你敢！我乃祝融基地特使，敢动我，便是与祝融基地宣战。宣战又能如何？你今日必死无疑！小子，胆敢威胁我，先给我去死！符文法身，你是7阶？这不可能！我说了，你要找的宋统领就是我。岳队长死了！好汉饶命！我上有老下有小。小玉姐，将他们带下去关好，过几日再放他们回去传话。战车搞定，辛辛苦苦筹备的物资也只能多打造100多辆。符文战车说造就造，这合理吗？瞬息间打造100架战车，造价还不高，可见即便上次侥幸取胜，打消耗战也玩不过统领。老刘，你说的对，统领这能力世间绝无仅有。天行哥，接下来要给战争堡垒升级吗？对。合成后获得寂灭堡垒，史诗级符文装置，自动悬浮半空，拥有多种武器，可轻易击杀8阶鬼怪，飞行速度远超战争堡垒，能防御9阶鬼怪，隔绝鬼物，静止时可进入隐身形态。合成寂灭堡垒。那是什么？好大！不愧是史诗级装置，仅仅是气息，便让老朽胆颤心惊。竟比战争堡垒还要大10倍！直觉告诉我，这绝对是史上最强杀器。有了寂灭堡垒，陈和父子已不足为惧。王山，放祝融基地的人回去。你们是说岳山被杀了？难道岳山没报我的名头？统领报上了，可是什么？莫非那宋统领想与祝融基地开战？少统领，那宋统领就是宋天行。什么？宋统领是宋天行？荒唐！宋天行难道有6阶修为？统领，宋天行何止6阶，他拥有符文法身，至少7阶。岳队长当场被打死，我们都来不及救人。7阶？爹，此事越听越荒唐。宋天行被驱逐时还只是个普通人，怎么可能转眼就7阶？难道他当初隐藏了修为？事关重大，必须再派人调查清楚。即便真是他又如何？只要埋下种子，他早晚也是个死。不过这消息千万不能泄露，不然基地必将人心翻动。你们几个回去后嘴巴都严实点。我只信死人。爹的做法最稳妥，不然消息一旦传开，那些墙头草又该动摇了。纸终究包不住火，必须赶在消息走漏之前探清虚实，种下灾厄缘禾。坊市建设稳步推进，保护费虽有所下调，但租金收入显著提升，主要得益于坊市扩建以及东荒贸易往来更加密切。祝融基地那边有动静吗？一切如常，陈和父子应该早收到消息了，但表现反常。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少主，灾级鬼物即将降临。什么？
灾物还是半年前，那次干爹干娘他们。灾物10年难遇，1年之内竟降临2次。上次我们没被灾物笼罩，这次终究是躲不过了，只能向上天祈祷，不要出现鬼怪潮。以我们如今的实力，根本无力抵挡。统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统领为何发笑？我正愁没资源提升修为，这灾物来得正好。我们有大量符文战车，还有寂灭堡垒，只要调度得当，并非不能抵御。宋统领未免太过乐观了。这鬼图还可升级，升至5阶后能显示周边所有鬼怪的信息。利用好信息差，集中力量分区扫荡，便能延缓鬼怪潮形成。统领也说了，只是延缓，并非阻止。这就足够了。强化鬼图。接下来是移动篝火。你也该进阶了。开火！天行哥闭关到现在，也不知怎样了。小姐放心，少主从未进阶失败过，这次一定也行。快看，少主进阶了，8阶已能比肩陈河。宋统领乃白金法身，论个人实力，已在陈河之上。无父无犬子，他父亲是8阶，他如今也成8阶。天行哥呢？怎么还没出来？系统，是我听错了，还是你搞错了？晋升9阶的条件是啥？晋升9阶需要300枚8阶鬼晶和真爱之吻。8阶鬼晶够了，可这真爱之吻，是我理解的那种亲亲吗？是，本系统已检测到合适人选。巧音，这我很难开口啊，能不能换个人？暂无其他女性人选，是否要检测男性目标？算了，就巧音吧。只是我该如何跟巧音开这个口？这是9阶鬼怪之位。天行哥，鬼怪潮来了！还是9阶鬼怪带头的鬼怪潮。尽管相隔很远，但那一声吼叫震人心魄。少主，要不要执行备用计划，带主力部队撤离吧？寂灭堡垒虽大，但容不下基地所有人。既然当了他们的领主，不到山穷水尽，我不会抛下他们。这还不算山穷水尽吗？统领，那可是9阶鬼怪啊！只要我去杀了那头9阶鬼怪，鬼怪潮自会瓦解。天行哥别去，那可是世间最强大的鬼怪之一。少主不要意气用事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们撤吧。我现在确实没把握对付9阶鬼怪，但如果能再进阶一次呢？再进阶？统领今天不是刚进阶过吗？谁规定一天只能进阶1次？天行哥，既然你还能再进阶，那还等什么？鬼怪潮很快就到了。巧音，进阶的事可能需要你帮忙。你说。天行哥，到底要我怎么帮忙？你倒是说呀。可能要你亲我一下。就这，又不是没亲过，有什么好为难的？不是脸，是嘴。要是不可以，就算了。没有不行。天行哥，快开始吧，事关重大，拖不得。So black I sing, better know your everything you pray for, everything you play for, baby turn 巧音，
你这是……我觉醒了。这也行？我还没进阶，你倒先觉醒了，而且还是6阶修为。难道激活你药尘体质的方法也是亲亲？这天地异象，必是少主晋升9阶，9阶修行者，此生还未见过。没想到统领真办到了，1日之内连续突破，迷雾大陆史上仅他一人。那头9阶鬼怪交给我，你们用战车和寂灭堡垒与鬼怪巢周旋。巧音已觉醒元素咒师，6阶修为，寂灭堡垒由他指挥。小姐激活药尘体质了，多亏天行哥帮忙，万事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好。原来是泰坦巨魔。人类，你是来送死的吗？泰坦巨魔，我看你修行不易，现在离去，可饶你不死。吾乃大地王者泰坦巨魔，你一小小的臭虫也敢对吾出言不逊，找死！虫子，你有点本事，但远远不够。威力不小，可惜你完全追不上我的速度，只能单方面挨打。给我死！还有什么手段，尽管使来。虫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想逃？迷门！天行哥赢了，鬼怪正在撤退。本以为会是一场鏖战，没想到少主这么快就获胜。爹，这灾雾真不会向外蔓延吗？当然不会，灾雾形成后会固定在一片区域之内，不靠近便不会被卷入。待雾散之后，挥兵东进，这一切将尽归我们所有。灾雾的恐怖，咱们可是见识过。那小子怕是也跟他父母一个下场。必是如此。什么动静？地震吗？9阶鬼坏，泰坦巨魔！爹，你不是说灾雾不会向外蔓延吗？是那泰坦巨魔在作祟，快走！不好！泰坦巨魔，我看你还能往哪儿逃？爹，是宋天行，他在追杀泰坦巨魔，难道他是9阶修为？爹，此处不宜久留。站住！没想到会在此处撞见你们父子俩。也罢，正好送你们一块上路。
宋天行，赶紧闪开！我爹可是8阶强者。8阶而已，随手就能捏死你。宋天行，你我并无深仇大恨，如今身处鬼物，9阶鬼怪虎视眈眈，同为人族，何不放下成见，相互护持？没错，你若对我们出手，有辱人族风范。若你我相争，两败俱伤，岂不让太堂巨魔捡了便宜？陈和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，杀你又怎会两败俱伤？泰坦巨魔，这小子油盐不进，你我联手一块杀敌。好啊，我就喜欢看人类互相残杀。陈和，你勾结鬼怪，实乃人间。今日若不杀你，日后必定赔人族大患。泰坦巨魔，该轮到你了。哼，凭你这点速度，也想从我眼皮底下逃走？该结束了。宋统领到。自今日起，少主当为东荒之主。东荒之